决定启程前往澳大利亚之后，叶晨便开始思考如何向萧初然编造谎言。脑子里一想到这个问题，脑子里下意识就想到了借口看风水的说辞。毕竟这一招用了太久，不但用出了经验，而且已经用得轻车熟路。于是他特地嘱咐洪武过一会儿给自己打个电话，但电话要等自己先订好和萧初然一起回金陵的机票之后再打。这样一来，自己临时改变行程，但可以先把萧初然送到机场，也能放心。随后他不动声色地退出微信，打开票务软件，问萧初然：老婆，你想什么时候回金陵？我看看机票。萧初然有些吃惊，他本以为叶晨在得知唐四海出事之后，第一时间就会告诉自己要有事外出一段时间，可没想到叶晨竟然提出要订票回金陵。他本想问叶晨是自己一个人回还是2个人一起回，可仔细一想，这话不能说，说了就露馅了，所以他便随口说道：我都行，你不是想今天回吗？那我们中午退房就可以去机场了，机票你看着订，反正大把多。叶晨浏览着机票信息，不动声色地说：老婆，下午3点的怎么样？飞墨尔本的航班下午5点半才起飞，叶晨可以先把老婆送到机场，等确定老婆乘机返回金陵之后，再进机场安检出海关，登机去往墨尔本。萧初然不知道叶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他了解叶晨的为人，唐四海出事，叶晨不可能袖手旁观，所以他一定再找一个机会，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前往墨尔本。于是他便对叶晨说：3点挺合适的，到家不耽误吃完饭，老公你就订这个航班吧。好，叶晨松了口气，先把机票订了下来。中午，夫妻2人提前在酒店吃过午饭，便打车前往机场。2人打印了登机牌，过了安检，来到航空公司的贵宾休息室等候登机。这时候，洪武发挥了他的作用，他电话打给叶晨，在接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立刻问：叶大师，你现在在哪呢？叶晨随口说：我跟我老婆来燕京看演唱会，正准备坐飞机回去，你找我有事？洪武赶紧说：叶大师，有个朋友在西南的宅子出了点问题，过年一家人都不太顺心，想找个大师过去给看看风水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面过去看上一眼？叶晨故作为难：哎呀，说实话，我最近事情安排的比较满，暂时没打算外出给人看风水。洪武恳求道：叶大师，这次是我多年的一位把兄弟，关系真的非常好，还请您多帮忙啊。萧初然就在跟前，眼看着叶晨都这时候了还要演戏，他心里没有生气，反而有些心疼叶晨。想来叶晨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事都要瞒着自己，还要照顾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没有任何怀疑，肯定也是很累的。于是他便低声开口说：老公，是不是洪先生找你帮忙啊？叶晨点点头，他听筒声音开得大，萧初然听到也是正常。萧初然便顺势劝道：你就答应洪先生吧，他平时对咱们一家也挺照顾，对你也很尊重，这点小事还是不要驳了人家的面子。叶晨没想到萧初然这么通情达理，还故意装作为难地说：洪武那边是个急差事，今天就得出发，我要是答应他，就没法跟你一起回金陵了。不要紧的。萧初然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我自己回去就是，反正2个小时也就到了，到了之后我自己打车过去，或者让我爸开车接我都行，你就去忙你的正事，不用操心我了。叶晨本来就是这个打算，见萧初然主动提出来，自然也是松了口气，于是便道：那行吧，老婆一会我送你登机，我自己就不登机了，到时候让爸去接你吧。行。萧初然点点头，心里忽然又一阵酸楚。原本唐四海的计划是想让自己从燕京动身，父母从金陵动身，但他没算到叶晨还要把自己送上飞机，看来自己只能先回一趟金陵。可不管怎样，
等自己上了飞机，自己与叶晨就算是诀别了，夫妻一场也终将在这里走到尽头。他心中有万般不舍，可为了叶晨，他还是没有任何后悔的心。他知道自己留下来对叶晨不仅起不到任何帮助，还会让叶晨束手束脚。平日里叶晨要外出一趟，都要精心编造一堆善意的谎言，而且因为牵挂自己，每次都不会在外面停留太久。很多事情原本一次就能办完，因为有自己的牵绊，说不定都要来来回回几次，拖上很久才能最终落地。自己走后，他就再也不用被束缚了，可以集中他全部的精力去做他的事情，去增强他的实力，去手刃他的仇人，来为他的父母报仇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自己都不能再拖他后腿。萧初然心中酸楚无比之时，叶晨却没注意到老婆的细微变化。他赶紧在微信上告知陈泽凯和洪武，自己已经做好所有安排，下午与他们二人在机场碰面。随后没多久，贵宾室的服务人员就走到跟前，对两人说：叶先生、萧女士，咱们乘坐的飞机已经开始登机了，登机口在63号，走路过去，大概5分钟，请您二位安排好时间。叶晨点点头，道了声谢，随后便对萧初然说：老婆，我先送你登机去吧。萧初然心中伤心无比，却也只能装作没事一般站起身，强忍着眼泪对他说：老公，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叶晨微笑道：放心吧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萧初然红着眼睛问：你肯定能照顾好自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叶晨笑着说：你老公还是有几毛钱本事在身上的，放心吧。萧初然又问：那你不忙的时候会想我吗？当然会。萧初然郑重道：你自己说的一定要做到。对萧初然来说，他可以离开叶晨，但不希望叶晨忘掉自己。叶晨还没见萧初然像今天这般多愁善感过，某一瞬间也感觉奇怪，但仔细一想，萧初然毕竟刚刚才和自己有了夫妻之实，女孩子把最宝贵的给了自己，变得多愁善感一些，想来也是正常。于是他轻轻抱着萧初然，承诺道：老婆，你放心，不管我忙不忙，我都会想你的，乖乖等我回去。如果想我了，就给我发微信或者发视频。萧初然眼泪控制不住，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，但为了不让叶晨怀疑，他只能又哭又笑的低声说：昨天才刚让你得逞，今天你就要出门，我心里还挺舍不得的。叶晨故意问他，只是心里舍不得。萧初然一怔，随即明白过来，又羞又臊地说：你怎么一下就变坏了？叶晨委屈：哪有啊，我也没说什么。还说没有？萧初然嘟囔着说：我虽然没什么经验，但也不是傻子。叶晨见被戳穿，也没有狡辩，只是嘿嘿直笑。萧初然也没有真的生气，所以见叶晨默认，便也没再追述，只是抱紧他，不舍得说：总而言之，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，任何时候身体健康，人身安全都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叶晨爽快答应下来，感觉到萧初然对自己的不舍，心里感动，便道：我处理完事情就第一时间赶回来。